了吗？隐蔽！这是咱们的炮，快隐蔽！ 知道降落伞上挂的是什么吗？什么呀？是美军的早餐。他们今天没有这咖啡喝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炸不了！射击！炮式进攻，别停下 ！Call some support！ 手榴弹准备！上！ 这
看了。枪弹打了没有？还没呢。财神一向谨慎，信号弹没响，说明他还没有把握。狗日的把握！这要换天放，这信号弹早就升起来了。来人！为啥还不打信号弹？还不到时候，两边的敌人还没肃清，两条交通。哎呀，已经突破了，现在有全力压上扩大突破口。你再点我，老子就……陈天放，现在是我在指挥战斗。一个向左，8班向右，6班控制攻势，封锁两条交通口，执行命令。我错了，我服从你的命令。你去听我说一句话，回去让我写检查都成。全线突击，只有咱们4开了一个口子，这是战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现在赶紧打个信号弹，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再不打的话，两牙在敌人手里才是。梁山路，你个孬种！梁毅都垮下来了，撤吧。全线只有咱们撕开了个口子，现在撤下来就前功尽弃了。再不撤就完了。你没大事，就去了一个，实在留不住了。大夫尽力了。班长，你这胸口啊，有几块肉冻瓷实了，也被医生给剜掉了。没事儿，过几天长出来了。冻伤19人，其中7个需要截肢，还有1个没救回来。加上李兵和财神他们，差不多损失了多半个排的兵力。好容易补充上来的人手，一口气去了1多半。这天气太贼了，在东北打了这么些年仗，照旧是个受不了。隐蔽！梁二宝，跟我走。
装甲车2辆，500里打，开进炮！郑先生，你动了！你打死几个了？快着点儿！亮子，看准了就打，打完就趴下，听见没有？趴下。开枪！开枪！我说打！蹲下！蹲下！你们连长呢？没了。
也没了，有狙手。从现在开始，全连由我指挥。你谁呀你？邱少峰，邱少峰，你们还有谁？跟着我，擦死他！告诉你们排长，高地上方那棵大石头上，把掷弹筒集中起来，给我瞄准了轰！走，走。那谁？那谁呢？厂长有没有活的？那谁？那谁呢？看着脚底下，你管谁就那谁呢？叫你呢，团长找你开会。队长，我不叫那谁，叫我连长。是吧？报告。这个是1030高地，这边是美军啊。报告。等会儿。这里，来，这里，旁这个。行，这里先。哎，我查3个警戒。嘿，那边是美军。这里有2个警戒。咱们呀，要从他们2处之间的接触。来一根，来一根，传来。如果我们要是硬缠强抢，两边都是敌人，呀，毕竟你啊，骆驼，到底是当过团长的人，抽不抽啊？那么多废话，抽。听政委说，咱俩差点一块儿打班呢。乔少峰，走。
邓金刚忙不死，人都没了。那从现在开始，怎么着？由你代理6连连长。已经接手了。他怎么样？好着呢，真的假的？真的好着呢。团里的密令是要求我们封锁公路，并不包括已经抵达渡口的敌军。We're building the traffic post. Move the track. It's blocking the way. Leave the road clear. 100 feet long. 如果不打到渡口的敌人，一旦公路被炸断的话，这儿的敌人就会回援，突击部队就会受到两面夹击。Go on, Steve. Keep moving. Don't touch those barricades. 不管你有多少办法，都得先解决掉坦克。我们手里的家伙，对那玩意来说都是挠痒痒。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2到3倍，那边有坦克，有装甲车，而我们的手里连一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什么不能这么说？你还能再变出一个火箭筒来？其实，咱们还有一件反坦克武器的。什么？知道吗？对坦克威胁最大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另外一辆坦克。废话，咱们现在要是有辆坦克，你想怎么打怎么打。问题是咱们现在有吗？没有。我真想揍你！哎，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个会开坦克的人。你他娘就是个疯子！坦克，1分40秒，一个来回。数多少？我数多少？装甲车快一点，1分010秒。中间有一个时间段，2车相背而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坦克的后面是个盲区。排长，啥叫盲区啊？就是车里面的人看不到车外的人。最多你有45秒的时间，最少你只有20秒。40秒。你不是神仙，不是主播。
有毒，拿命赌，赌输你的病就没了，到时候2排怎么办？说对，所以现在2排由你指挥。我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冒进了？怎么了？不喜欢？这太不像你了。这就是我。 Keep slurred. Look around. 我跟你说，我只要一过去，立刻干掉这个当官的。赵哥，赵哥，他这是去送死！送死！妹妹儿，他命是我的。你们都疯了吗？哎。 怎么弄啊？准备开炮！中队，准备开炮！这个怎么弄啊？这个打开炮栓，炮在哪儿，栓哪儿，自己找。 装弹！装弹！开炮！开炮！开炮！
拉炮栓！拉炮栓！炮栓在哪儿？炮栓不就在你脸上？拉炮栓！你打偏了！会了，我会了，把它顶好。会了，等我指令。我来表，你来开火，听我指挥。装弹完毕，开炮！打压，没中。小段，装弹完毕，开火！没中，你把炮口给我往上调一下。在哪儿？装弹的口，右边那个红色撞墩。现在是上还是下？上！第一圈，再来一圈。第二圈，开火！中了吧？中了！继续装填。没弹了！装填！陈前锋，你找死啊！赶紧回来！是不是找死啊？四十下面找一下，肯定有炮弹。找到了，找到的都是钱啊！炮口往上转2圈，开炮！中了，好，再来一发！开炮！Retreat! Retreat!
Retreat! 大爷的，我不怕你！滚蛋！ 装弹！开火！敌人撤退了！ 看得这么清楚。赵贺，这东西怎么弄啊？你造吧！辽阔征程，红旗招展，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 为信念打拼过勇敢，为拯救大道，为和平而战，一往无前，忠心直达花朵。 生盐为400毫升，静脉滴注。做手术室再等2分钟。大夫，大夫，太晚了，观察班长小心点。来了，大夫，邱大夫，大夫，等等，这个，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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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冷静，冷静一下。这是致命伤，已经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这么心酸，再说一遍，根本救不回来。放手，救不回来了，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毙了你？根本救不回来了。放下枪，放下！你救都没救，你怎么知道救不了？这不是科学，是见死不救。同志，你不要乱说话。要是能救，我们肯定会救。但问题是现在已经……再耽误几分钟，就
就算医生来了也救不活了。是你杀了他。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坂本医生来了。医生，ここは病院だ。这里是医院内，不是战场。彼の血液型は他什么血型？伤口了，在这里马上就好了。行。小星，上吧。好。这怎么适合日本大夫？坂田医生是反战同盟里最好的外科专家。他还有多长时间？まだどの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今のこの事故ならばおそらくもって1週間。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能坚持1个星期，那就是个奇迹。それも奇跡だ。彼は脳内出血を起こしている。他现在颅内有出血，脑组织和神经组织受损，但是受损的程度不同。この血液と私の腕はここが限界だ。在这里没有设备，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できれば他の病院に移してほし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他转院。那到底能救还是不能救啊？你是医生，不能推卸责任。今の彼に必要なのは，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良い設備と良い環境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以及用一下的更好的医生。哎，不是，医生，你不就是好的医生？你别说，快点儿！制作后电能生只能5分钟，1秒都不够。现在车辆损失严重，空气压力太大了。快！小心，慢点，这样。完蛋玩意儿！你瞅瞅人家宝叔多会做人啊！你再瞅瞅你，烂泥扶不上墙吗？这不是？上车，快点！也该轮到我，是吧？来，我给你举着。熄灯。离天亮还早着呢，你歇会儿吧。没事儿，你其实不用跟来。这个时候，你应该跟3排在一起。他把我当战友。快，慢点，上，小心点。是啊，快，先生，慢点。注意体温，每2个小时测量1次体温和血压。这车到哪儿？安东，然后转车去国内荆州。2排长还能回来吗？能活下来的几率都很小，就算死掉，一辈子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叫不醒。二虎，我要跟排长回去。后方有人照顾排长，用不着你。
吴班长，二排长真的要成摊子了。摊子也算是幸运，医生说了，最大的可能是命保住了。植物人。植物人？啥意思啊？植物就和树和草一样，活着动不了也出不了声，就这么睡一辈子。那得通知他家里。他老家在成都，现在这么乱，后方政治部未必能联系上。能睡是福气。排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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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啊，想老娘。你老家哪里的？塘沽，海边。我们那边啊，下海的多。我爹活着的时候，家里面有条船，后来他没了，我老娘就给别人补网子。我参军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就怕我没了，剩下他一个。后来没托人送信回去啊？送过2次。黄堡战役之后，我当了排长，穿着军装，拍了张照片，托人一起送回去。在河南整训又送过1次。让他不要担心，我跟他说，仗快打完了，等打完仗，我就复员，回去陪他。仗打完了，你准备回去干什么？我想把我爹留下那条破船修修，给娘娘上几炷香，车还整神儿。娘娘？我们那边的人都供娘娘。天津老城里有个娘娘宫，每年的香火旺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个海货给供奉的。那海上呀，风大浪大，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转眼就狂风暴雨，那浪比城墙还高，真的是龙王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歇半个月。那应该供龙王爷啊，怎么供娘娘？龙王爷是搞事儿的，娘娘是平事儿的。龙王爷吃人，娘娘救人，当然供娘娘。你说的娘娘，是不是南方说的妈祖啊？娘娘就是娘娘。天快亮了，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北岸扫清了，估计应该快渡江了。赵和重伤，你又不在，3个排长缺编2个，才这么2天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应该会等你回去。天放是老兵，老革命，指挥部队没问题。他不如你。谁说的？2排长说的可不算啊，那连里谁都知道他跟天放那点事儿。我要是天放，我一样跟他不共戴天。不是赵和说的。等过了江，估计团政治部就要找你谈话了，提前恭喜了。
看看！把两个上来！ 班长，掩护班长！好。上！ 想起点什么了吗？你别着急，你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很正常。脑组织和神经系统的再生是科学问题，但是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恢复，却属于概率问题。赵哥同志。 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你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大夫来查房，你得在。有什么问题呢？你去跟护士去说。医院呢会给咱们留守站打电话。如果把你的脑袋比喻成一个图书馆，所有信息以一本一本书的形式存放在不同的区域，而认知能力就是索引和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在。 但是你必须重建索引和目录，要多久啊？这是你3个月的津贴，一共18万，你点点。如果呢，你能找到一个点，就能抻出一条线，拉出一个平面，然后构建一个立方体。多久？只要你能记得1+1等于2，那么。 你学开微分方程只需要1秒钟，只要你学过。这是你的军装，要是憋坏了呢，你就出去转转，反正离这个市区也近，想吃什么买什么东西的也方便。人民剧院啊，周末会有演出，到时候拿着咱们的军官证就能直接入场。成了，这边房长有，有了，这好。 但是，你要想起1+1等于2，也许需要1天，也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可能永远也记不起来。
撤！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这儿。有好再来啊！去吧，晚上6点半还在这儿接你。你写这里就可以了。来，下一个。在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啊？哟，这位军人同志，您好，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来，排长同志，请随我来。来，来这边，来让一下啊，来，给您包好了。哎，劳驾，谢谢啊。我来吧，哎，各位顾客同志，请大家发扬一下你们的风格，让一下咱们这位志愿军同志先买好不好？我不买。哎，这边请。来，1张20，颜色亮一点。哎，好。按照咱们的规定啊，前线归来的志愿军战士，凭证的话都有1张20的花布。多少钱？当然是免费的呀！哎，快点啊！给。按照规定啊，你还有1斤白糖、2斤水果、2斤干果，然后还有3斤鸡蛋、1条鱼、1斤红肠。另外啊，您还有1双瑞福祥的厚底布鞋。谢谢。这些啊都是免费给您的。这买的有点少吧？这还是太多了。实不相瞒，我要不是实在赔不起的话，这矿石收音机我都想免费送您1台。是啊。要是您想买的话，对，我就收您一个成本价。谢谢啊。你好，这位同志，请问您的随身物品需要寄存一下吗？啊？您给我吧。好。您放心，东西放在我们这儿啊，一件都不会少的。第5卷在。你好，同志，请问您想看点什么书吗？新书。毛泽东选集，1944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同志，您能给我签个名吗？签什么呀？什么都行。谢谢。我能给你写信吗？伍修权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以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所有这一切，美国清朝武装力量恕我直言，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恐怕已经不适合继续参加战斗了。你头部的碎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子弹贯穿形成的空腔却是难以修补的。况且从理论上讲呢，那些细小的颗粒是很难通过手术根除的。人的大脑不同于循环系统，那些杂质不可能通过新陈代谢自动排出，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要带着他们过活了。那我还能活多久？
这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医学上来说呢，哪怕是切除1/5，你仍然可以活着。况且实际上，你往这个系统里面扔一颗黄豆，也可能把它卡住。到目前为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的外伤已经痊愈，但是呢，后遗症、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以后你可能会没灾没病、平平安安的活100年，但是也可能在明天早上死于脑溢血。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脑中的残留物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思维障碍。其实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你并不是个完整的你。那我还能回去吗？回哪里啊？郑姐，跟我来吧。给这位排长同志让个位置，他是上尉归队。0200刘守初，来吃饭。来吃饭。白面的白，老师的师，模范的范，白师范。走吧。我眼下在军分区警卫营剿匪，川西土匪可不比川北少。我也是排长。部队开拔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后来追到泊头，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哎，你是从前线下来的，仗打完了吗？不记得了。啊？好家伙，你真命大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嗨，手榴弹炸的。当时首长就在车上，我们军的老政委，行署主任。手榴弹扔下来的时候还冒着烟呢，我抓起来就往外扔，空中就爆了。那大夫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都说救不活了，瞎扯。哎，除了少一零件，哪儿都好着呢。你命也挺硬啊。哎，还是想上前线。部队走了，把你落下了，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心里不安生啊。可不嘛，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部队来着？这个姓马的啥来头啊？马修是名字，美国人的名字搁在姓的前头，他的姓叫李奇微。啊，都一个样。不，这姓李的是啥来头啊？情报上说，他是美军陆军的参谋长，2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咱们抗战的时候，他是82空降师的师长。通报上说，这个姓李的收缩战线，加强补给，同时又拉长了咱的战线，让咱这后勤补给跟不上来。没见着那什么麦克阿瑟的比他有多强？也不能这么说。咱是10月底过的江，40多天咱就收复了平壤，70多天
咱就攻克了汉城。然后呢，啊，3来月，咱就沿着这汉江来回拉锯。不痛快，不明白，这个姓李的，就是跟这个老麦头不一样。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不一样，他是伞兵出身，考虑问题的时候更注重战斗相关的细节，气候、地形、兵力、火力、对手的特征、敌情、我情这些个因素。麦克阿瑟将军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考量，而李奇微是从战术层面上来考量。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这个总司令，他是以师和团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而李奇微呢，是以营和连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都直接指挥到营和连了？不是指挥，而是指在做部署的时候具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底下的部队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具体问题，麦克阿瑟顶多考虑到师长和团长一级，而李奇微能考虑到营长和连长一级。那为啥？因为他是伞兵啊。伞兵？这伞兵又咋了？一个师的兵力就这么从天上这么飞下来，很有可能会分散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如果你是师长，从飞机上跳到地面上以后，你指挥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团，甚至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啥玩意儿？一个排？那他这师长还咋当啊？没办法，事实上，能有一个排就不错了。在空降作战当中，就算一个师长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身上一把枪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架 C-47运输机最大的运载兵力，也就是一个排，而且这一个排跳伞的时候，还未必都能跳到同一个地方。作为指挥员，也只能因漏就减，能收拢多少兵力，就使用多少兵力来作战。有收拢一个排就用一个排，有一个班就用一个班。所以说，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可能早就忘记了如何当好一个连长，但一个伞兵师的师长，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呀，不是，你咋懂这么多呢？是。到地方了。
这是我的防区，从南到北，将近600米，差不多一个连守60米到70米，部队换上来3天了。师部为了加强，给了我一个机炮排，也差不多到极限了。你有多少人？125个，算上我和指导员，比我人还多呢。啥？我的团加上轻伤员，现在还剩89个人。从现在开始，防区南段交给你了，北段我的人负责。不是，等一下，焦团长，我只有1个连。是1个连啊？满编制，125个人，我才89个人，将近一半是伤员。要不这样，我管你叫团长，我听你的。咱们就靠这200人守一个团的阵地，难道就没有别的援兵来了吗？现在只有我们在这儿了。这仗可怎么打呀？废话还真多。你呀，要么服从我的命令，你守南，我守北；要么我剩下这点人编成一个排，我当个排长，你下命令，我服从。我守南段，阵地南北长280米大，有2个突出部，中间有一段交通壕被填平了，得抓紧时间挖开。6个机枪火力点，还有一个炮兵阵地，有1门炮还能使，就是没人会用。并接下来，每个排要守将近100米的阵地，阵地分成3段。每段放3个班，2个班分别集中在2翼，每个班配属1挺机枪。警长，侧射火力，1个班部署在交通壕后方做预备队。时间有限，只有1个小时加固阵地，抓紧时间搜集弹药。连长，防御太薄了，能不能再收缩一点，一个排50米长？废什么话你？执行命令。是。1班、2班、3班，跟我来。班长，你来看。我就说这玩意儿啊，肯定还能用。我看一下。老赵，好使呢。老赵，咱们那边说。来，你坐。坐。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不过既然连长点头应了，命令就得执行。老乔没了以后，5班长一直是我兼着，现在整个阵地南北长达90多米，我得来回跑才能顾得过来。5班缺个指挥员，你也知道，你坐。5班有6个新兵，没人带不行。6班新兵最多放后面当预备队，你来带5班。那你6班怎么办？你坐。6班先让瞎子带着，我也没辙了。 6班有9个新兵，3个老兵，战斗一打起来，再没个人管，到时候乱了阵脚怎么办？那我能咋办？就这么点人，2排把我算进去，一共3个指挥员，老兵一共12个。你说了这么多，仗也得打呀。我去5班。我是这么教你的吗？给我硬起来！我说了多少遍了，你能跟他硬，你硬得过他吗？顺茬，轻来轻走，再来一遍，10遍。排长，全体加油，起立！现在我宣布战时命令，任命宇3湾同志为5班代理班长。同志们好，我是宇3湾。严肃点。不管我怎么说，你们心里或多或少都对战争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打仗是每个人的事儿，事关生死，事关存亡，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正所谓未算胜，而先算不胜，胜之胜者也。料敌从宽，对敌人要多想他们的长处；料己要从严，对自己要多想想短板。现在，我是你们的班长了，我当然希望你们在战场上永远不会被子弹击中。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我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首先要在战场上保护好自己。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你们要面对的敌人，哪怕不考虑他们拥有的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强的对手。能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保护好自己，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了。现在我已经是你们的班长了，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也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就是希望在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们大家都还活着。活着，才能战胜敌人。想在战场上活命，这是唯一正确姿势。全班都有，坐下，低头，缩起来，低头。很好，我希望敌人的炮弹落下来之后，每个人的表现都能像现在一样好。班长，别指望，炮一响，新兵能分清脑袋和屁股就不错。你选个人，选啥人？你随便选个新兵。小白，那过来。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小潘。我负责他啥呀？负责他在敌人的炮击中如何能够活下来。咱们5班有6个老兵，6个新兵，1个老兵带1个新兵，教他们如何在敌人的炮火中保护自己，教他们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本领。一旦战斗开始，我希望阵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从我的命令，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得擅自离开阵地。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离开阵地的任何人，我会直接毙了他。3万代理5班班长，没来得及请示，我就先任命了，但只是临时的。指导员，你咋想？3班倒是个老兵，女老兵，成吗？人家可参加过长征啊。啥？不是那个意思，新兵无所谓，那帮子老兵，个个都是猴子成了精，个个都姓孙。3班能镇得住？政委跟我交代了，3班来之前可是正营指干部。咋的？他管我呗？那文工团能跟作战部队是一回事？那你去把他撤了吧。好吧，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了，去。是。攻势向下深挖50公分，战场生存率提升50%。挖那么深，踮着脚都够不着上头，那不是啥都看不见？敌人万一上来了咋办啊？那射击阵地又没跟着一块往下挖，敌人都上来了，你在底下猫着呀？你是不是傻？生瓜蛋子！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我也是生瓜蛋子，抱着脑袋坐在战壕底下，一直哆嗦到战斗结束。那不得挨骂？挨骂了呀。不过人活着，
第2次就知道听命令了。所以说，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战场上的真理。这也就1个师，咋拉这么大一片阵地？打锦州的时候，国民党1个军也铺不了这么大一片啊！火力密度够就行。天父，那啥？啥？你到底看没看清楚？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我在2排阵地上也看见了，不知道啥情况，但飞机确实是从对方阵地上飞起来的，而且是那个大胖肚子那个运输机。这个情况，焦团长那边应该更清楚，过去问问。问他干啥呀？还能撤离咋的？我跟你说，来不及了。当时几点？身上没表，谁知道几个点？离天黑不到1刻钟。长津湖的位置，东经127，北纬40。现在是11月底，日出是早上6点，日落是下午4点左右。你得，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如果是简易机上的话，没有足够的灯光照明，天黑以后飞机起降会有安全问题。是啊，咋了？但如果是白天，飞机频繁起降，会遭受我军炮火的威胁。这么算下来，每天适合飞机起降的时间，对的，天黑前的半个小时和天亮后的半个小时，也就是每天早上6点到6点半。你的意思是说，美军在他们阵地上修了个飞机场？C4系运输机的标准起飞距离是2300米的，只要能在阵地上腾出这么大块地方，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可以起降。这不可能，这哪儿啊？这是战场，阵地上寸土寸金，2300米大的跑道，1个师的兵力根本防御不过来。你就在那扯！我告诉你，行了，田凤，行了，你继续说。其实，只要1000米大就足够了。怎么说？42年大撤离的时候，我和美军的一个观察组从仰光机上撤离。当时日军的炮火封锁了跑道，把跑道炸成了4节，其中最长的一节是912米。当时飞机上16个人，还有将近4吨的货物。结果呢？我还活着。也就是说，敌人阵地只要清出900米的长度，飞机就可以起降。从下午的炮击到飞机起飞，中间只有大约不到50分钟的间隔。明天早上4点半到5点半之间，有一次炮击。美军是用炮击和轰炸来掩护飞机起降。朱子，日志呢？哎呀，怎么了，焦团长？没事，他不是柱子，我习惯了。早上5点35分，炮击停止，持续时间24分钟。行啊，小班长，分析的不错呀。要是昨天你们能上来，现在我最少还能多240个人。柱子，记一下，明天早上5点拉战斗警报。是。走。一班阵地为突击队统一出发阵地。明天敌人炮火一停止，各班自动向一班靠拢。战术队形老规矩：一班靠前左翼，8班靠后侧翼，6班后卫，攻击距离480米大，中间会路过条河。河面宽大约40米大，要注意的是，河面中心位置有大约10米大左右的无冰区，河水不深，可以涉渡。作战命令已经下达，行动原则是3猛，各班自行准备。明早7点半在美军阵地上吃早饭。
I-407. Air Force? Navy? Hi, I'm Air Force. Corp 4 Air Force. Harrow down. There you go. North Korea? China? 老唐，飞行员抓到了，赵和正审呢。这都摔散架了。Listen to me. We are Chinese People Volunteers Army. You are my captive. According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you can keep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of course, not your weapons. Geneva? You know Geneva Conventions? We are civilized.这里是平原，这里是右岸，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敌军在北部山区部署了一个临时机场，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大约50到60公里，沿着公路走就能到达。这是个什么地方？就这里。连长命令，占领机场！走走走走，快！连长，飞哥，飞哥，上回见着他在哪儿呢？天上！现在他在哪儿呢？4连警护！你想让他飞一下吗？可以，行呀！离远点啊，危险啊，危险！别飞起来刮着你们脑袋。飞你干嘛呀？我这一看里面有个拉杆啊，拉不拉一下子？拉一下，拉一下子！拉！哎，你可拉倒吧！谁拉倒？谁说拉倒？没拉着吗？不是。昭和，这玩意儿咋开呀？你让他动弹动弹是吧 F86配刀。哎，别着急啊！虽然赵和不理我啊，但我有一个重要的事这玩意儿能动弹起来，从今以后4连1排1班，改名叫做大飞机班。老年一不够，哎，换装备了！干啥玩意儿？都给我挺直了！是你晃啥呢？给我站好！我去，你干啥呢？都有感情了。什么连长？你这又换新的了？重机枪3挺，你答应我的。啥时候事啊？不是你给我站好了，回来。二虎，有。把枪给我。好，原来那把枪给我。好。水帘珠82支，波波沙25支，还有捷克加拉夫大转盘12挺。那个索克洛夫送上执勤的我递得了。3摇式60排3门，谢了。完了，完了。哎，别。干嘛？雨伞在我这儿呢。谁？雨伞万？真假的？真的。下一个。再添点。你说这么大体格子咋飞上去？你这个洋烙捡得高级啊！发财了，财是过路财，要落不到咱手里。哎，
兄弟帮个忙呗。班长，你说这家伙给这老美阔气啊，人都跑没影了，热水都不停。咱要不咱洗下头啊？我直接开着门，你直接洗个澡得了。不用，能用热水洗个头，已经很奢侈了。你说女人她在这队伍里，她就是不方便啊，委屈不？你哪个眼睛看到我是个女的？我可听说你男人是团长。吴思明，你听谁说的？你就说是不是吧？我还听说了，你要是不来这儿，不下到队伍里，那你也是个营级干部，那可比连长、指导员官都大。怎么着，想换班长了啊？那哪成啊？这话谁敢说呀？是吧？出去。这。报告，进来。班长，连长叫你。知道了。是。连长，您找我？你俩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起来了，下次吧。你还好吗？很好。我听司连长说你当班长了。是。美国人可不是国民党，和日本人也不一样，在前线要多留神。说完了吗？说完我就走了。走。什么？我提交申请了，下连队当兵。我来可不是求你原谅的啊！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不需要我的原谅。你看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谁和你在一起也不服输。我认为女人弱一点不是坏事。你太好强，太好逞强了。我承认我错了，对不起。你要跟我离婚，我跟你离。但我希望你回到文工团，过你自己的日子，不好吗？你什么意思？这场战争跟以往的都不一样。美国人有飞机，有坦克，一颗凝固汽油弹扔下来能烧死我们一个连。兵力密度、火力密度、物资补给，是我们的几10倍、上百倍。然后呢？回去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从小到大，大家捧着你，让着你，没关系，可以。那在这儿不行啊！美国人不让，子弹不让，炮弹不让。邱少峰，我们面对的是美军，是武器火力最强大的军队，他们不认得我们是谁，他们从来不认为该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来这里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人把血洒在这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敌人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哎呀，大成啊，这3温啊，来头不小啊。人怕是要调走了。
就走？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那5班咋整啊？谁来带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没办法，那个姓邱的连长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之前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还能拿人家当向导使唤？这么大的事儿，不跟团里说一声吗？咋问呢？你让团长咋说呀？说是还是不是？这事儿能问吗？本来就人家2口子赌气，啊，你还真拿人家当5班长用啊？论党龄，论军龄，人家才是老革命，咱们都是新兵。首长的闺女，不是咱们军，咱们军长姓吴，他姓宇。那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骗你我是孙子，人爷们儿都追过来了。后勤的那个连长啊，听说以前是个团长，犯了作风，给撸下来了。发冬装的时候我见过，看着还行啊。首长家里的事儿，谁说得清楚？那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侦察兵出身，情报工作。情报工作。走啊！这。过来。你就知道欺负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起来，开车。同志，麻烦让你。怎么了？这把车摔来的？啊？没事吧？没事儿。哎，听说那汽车连那邱连长是你男人啊？我男人是谁？跟你们有关系吗？你们怎么都那么爱管闲事儿？上次发冬装的时候我见过他啊，看着不像坏人呐。谁告诉你他是坏人了？不是坏人，那你哭什么呀？谁哭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没哭？没哭。真没哭啊？没哭。行，没哭就没哭吧，啊！既然没哭，那你说，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这么说话就太没人情味儿了吧？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弹坑里面打过坦克的战友，那一炮弹要是下来，没了你也跑不了我呀。鬼门关前面都一块闯过了，还有啥破事不能唠唠的？啊，说说。谁破事儿？你才破事儿呢！说说。口令！口令！你个大头鬼，宋会长，我的车你也敢拦？营长好，快走，敬礼！李斌，李斌，我是个孤儿，我不知道父母是谁。我有8个爹，他们捡到我的那个晚上，下着大雨，他们捡到我的那个地方叫三湾村，所以我就叫雨三湾。那时候你多大？2个多月吧，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被裹在包袱皮里扔在路边，包袱皮上绣着我的生辰8字：丁卯、丁未、丁卯辛丑。算不过来。民国16年8月1号，那一天，一群热血好胆的英雄好汉，在南昌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是南昌人啊？刘鑫。营长，哎，营部都废车了，难怪一换上就换了个大满贯，咱这也是阔了。你想什么呢？这是师长的车。师长的车您都敢偷？营长，您赶紧开走吧，别连累咱4连啊！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营长，这次来啥指示？师长把车开到团部啊，团长把车开到营部。我就开到你们这儿来了。啥？营长，指挥层级前置了。老同志还是老同志啊！师长蹲在团里，团长没了事儿做，跑到营里。怎么样，唐大成啊？把指挥权交出来了。哎，别！营座，咱4连庙小，待不下您这尊大神。要不您去5连？教导员在5连呢。6连，那就6连了。副营长在6连。营长，咱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找骡子。8个。对，8个。当时他们的番号叫工农9班，加上班长，一共才8个人。年纪最大的叫老陈，我管他叫一爹。后面就是2爹、3爹、4爹、5爹、6爹、7爹、8爹。8个老丈人，你男人挺不容易的。牺牲了7个。还剩1个。过大渡河的时候，一爹还在。当时，他是党支部书记和其他的战友们从铁索上爬过去，给大军开了通路。他牺牲在直罗镇，死在东北军手里，
2爹死在平型关，3爹5一大扫荡的时候跳崖了，4爹在关家挠被鬼子的炮弹炸断了一条腿，失血太多没救过来。5爹后来去了上海，死在76号的手上。6爹过草地的时候犯了错误，一直在炊事班背锅。后来主席过问了他的事，做了结论，调到平西去了。43年局面紧张，他每天亲自盯电台，走几10里山路送情报，累到吐血。咽气的时候，还在亲自起草电文。7爹在延安去了炮校，后来又去了东北。48年10月初你在哪儿？我在新里屯。7爹在义县，朱校长要上去看弹着点，他不放心，就跟着一块儿去了，踩上了反步兵地雷。满门忠烈。大致可以了解，平壤之敌正在撤退，其主力已撤至平壤至3、8线之间，其后卫自上至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要于5日派出1个师或1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届时伺机占领平壤。这是致司给军里的命令。连长，这个语气像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是。我是抗大年纪最小的旁听生，当时个子矮，穿着大人的军装，当裙子穿。延安保育院那群野小子，从上到下都被我打个遍。那时候不懂事，经常半夜摸到杨家岭去要果子吃。警卫局最头疼的就是我们这群调皮捣蛋鬼。我听说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好多大人物经常去讲课的。毛主席总熬夜，烟抽得凶。朱总司令枪法好，百步穿杨。你还是八路里面的黄埔啊，天子门生啊。黄埔本来就是我们的。啊，是你们的啊，你厉害。对了，你爸爹呢？政治部主任。咱们军。咱们军。在咱们军当官，为什么派你来前线啊？我为什么就不能来前线？我跟你说啊，我说了你不要不高兴。战争这档子事儿，生也好，死也罢，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命，活着死了都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不是？可你不同，你是位列仙班的人，轮到谁了都轮不上你。你现在拿起枪了，还会这么想吗？我现在拿起枪，是为了财神，为了2排。很多事情我以前想不明白，现在渐渐明白一些了。就像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拿着炸药包去炸坦克，现在理解了，心甘情愿。既然都是拼命，凭什么你就可以，我就不行？因为你有的选，别人没有，所以我想不通。因为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任何人